一根芦苇渡江，跨越千山万水，寻找衣钵传人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按照禅宗的谱系来说，公认的禅是由禅宗东土的初祖，也就是南印度的菩提达摩传过来的。菩提达摩首先从海路坐船到了广州，登陆上岸后，前往了当时梁朝的首都南京，跟梁武帝进行了一些交流，但是由于言语不合，就离开了梁武帝。然后他就一苇渡江，最终抵达了河南嵩山少林寺。他在少林寺面壁10年之后，开始弘扬禅法。而菩提达摩碰到的第一个向他求法的人，便是二祖慧可。按照佛教内部的传说，二祖慧可是断臂求法，慧可把他的一个胳膊都砍掉了来求法。求的是什么法呢？当时二祖慧可向菩提达摩说道：我来求法，求什么呢？我来求安心。然后菩提达摩就说：那你把心拿出来，我帮你安吧。二祖慧可就愣住了，心怎么拿出来给你安呀？结果达摩却说道：我已经给你安完心了。从这传说故事中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达摩所强调的禅法主要是安心。所谓如是安心者闭关，他安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或者说方法就是闭关。闭关大概有2个含义，一个是印度传统的禅法地遍处。地遍处这种法，你坐禅的时候面对着墙壁，然后以墙壁土墙的土色为观想对象，并进行幻想或者观想，视之为天地，在观想当中视天地为一色，从而达到心地清净的一种方法。而闭关第2重含义则是一种譬喻，把心比喻成墙壁，观这墙壁的时候内心无所执着。菩提达摩传来的这种观心之法，实际上就是强调安心，破除心的执着。闭关并不是强调观的形式，而是要观心。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开头说的二祖慧可求安心的故事了。把心拿来，实际上就说你不要执着于心，这就是菩提达摩传的闭关法门。而除了闭关法门外，还有一部大家比较认可的就是二入四行论了。二入指的是理入和行入，理是理论的理，行是行为的行，入是进入的入。理入主要是讲戒教悟宗，即凭着印度佛教的种种的典籍教法而悟道。首先你要通过经教知道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深信凡圣同一，大家都能解脱。你有真性，为什么没能解脱呢？是因为真性或者佛性被客尘所染。第2步就要用佛理来指导自己修禅。凡人有佛性但未能解脱，是因为被客尘所染。凝住闭关可以舍掉自己的妄心，归了自己的真心。最后是不随于言教，意思是舍弃言教而悟道，最后达到跟真理完全统一，根与道明佛的境界。不过菩提达摩的理入虽然强调戒教悟宗，即是借助佛理来进入到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，但达摩并不看重佛经的表面文字意思，他强调的是佛经文字背后真正的最高真理，强调理论性而贬低文字言教。经文语言文字不是很重要，这是理入的特色。至于行入，主要是4个方法，即抱怨行、随缘行、无所求行和称法行。修行是磨砺，其难处就是在于要忍受，而很多人是忍不了的，所以往往浅尝辄止或半途而废，永远具备不了一份实在的功夫。为什么忍不了呢？从内心最深处的动机来讲，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忍，仅仅以一份看不见摸不着的好处吸引，没有足够的说服力。而抱怨型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。对此，达摩给出的答案是：若受苦时，当自念言，我从往昔无数劫中弃本从末，流浪诸有，多起冤憎，危害无限，所以是我素养恶业果熟，非天非人所能见喻，甘心忍受，都无冤诉。即使今虽无犯，也是如此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修行时承受的那些苦，诸如需要时时降服的心猿意马的心念，精神与肉体上的种种不适，与以往习惯的种种冲突挣扎等，都是自作的，而不是上天或他人施加给你的，因为那都是来自你以往无名习气的积聚，苦正是这些习气的反弹。
这就像年轻时不爱惜身体，老来必招致种种病痛，需要吃药乃至手术去治，道理完全一样。而承受这些苦，正如承受良药之苦与刀割之痛，这是化解业力、散解习气的方法。既然是自找的，那就没什么可抱怨；既然是治病，自然就可以心甘情愿。此时做到忍受，就能容易得多，因为心里有了底。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道理，而不是什么劝诫。所以达摩引佛经中“逢苦不忧”四字，解释为实达本故，因为看到了根本。金刚经中也说，一切法无我，得成于忍，忍即任，任即受。所谓随缘，先要知缘，再要能随。缘就是缘起，万法皆为因缘假合，本性是空与无我，所以一切得失都是必然的缘业所转。众生的宿命只能是苦乐其受，轮回由此而生。随便是出于幻灭轮回，达于无我空境的修法。如何做呢？达摩说过，当知若得生报荣誉等事，是我过去所因所感，今方得知，缘尽还无，何喜之有？你的一切得到，一切荣誉财富权势，也都是因缘而来，总有缘尽散去的时候，那么还值个什么？有什么可喜的？因此要得失从缘，心无增减，喜风不动，明顺于道。喜风二字甚妙，所谓悲喜，最让人动心的便是悲风和喜风，心动即乱。总有人以为自己的成就是自己努力得来的，是自己应得的，只要不断努力就能长久得到。说会失去，难道是要我不努力吗？这个理看上去不差，但这样的坚持已经显示他心中的顽固与偏执，而这些正是失的种子。而那些所谓成功的人，哪个不想将功业传之子孙，基业千秋万代？但古往今来又有哪个做到了？可见达摩所说的理不忘，其所针对的人心深处的执念也是不虚。这告诉我们的不是不努力，而是需看淡。有了这份淡，得失虽是必然，失了再得便是，这同样是随缘本有之意。所谓的不失，只有从此处才能成立。看到这儿，大家会发现，抱怨型针对的是苦，而随缘型针对的则是乐。为什么要针对乐呢？因为苦是面前的避无可避处，乐则是人趋之若鹜的最易疏忽包藏处，而乐正是苦的种子，所以随缘型先要从此处下手。无论苦还是乐，根源在哪里？达摩曾说道，世人常迷，处处贪着，明知为求。有求是因有贪，有贪是因有执，执念催动贪求，贪求而执欲重。这就是凡夫之心与行运作的深层机制和完整链条，是个恶性循环。执诚然是最深处的根源，却隐秘难见，一切执都会显现为求，从这里下手则是最得力的破除法。所以达摩又引佛经云，有求皆苦，无求乃乐。只因人间功德黑暗常相随逐，如何能够不固舍诸有，悉享无求？舍有而悉享，便是无求之法，如何做到？这里达摩给出了智者境界的参照：理将俗反，安心无为，行随运转，万有司空，无所愿乐。其中的关键是理将俗反四字，意为依理反照，返归本源。人的一切造作都是因为在表面折腾，是入了妄念所编织出的死局。明于正法，一念觉知，转身出局，直反自心，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，这是真正的秘诀。所谓安心无为，就是安住于这本源处，本心空虚而明觉，故称无为，却有顺应诸缘的妙用，所以无不为。这便是行随运转，无所愿乐的真谛。何谓称法？象称于法，即合于正法。何谓正法？清净之理，目之为法，即本来清净。何谓清净？众相司空，无染无着，无此无彼，即万法本一体，其性共为空。那什么又是称法之心？法无体吝，余身命财，行谈舍失，心无吝惜。既然一体而性空，我的就是他的，他的就是我的，为他就是为我，为我便要为他，我与他本无分别，为了谁都无增减，
所以达摩说无所行。那么还有什么可吝惜的？所以施舍。而称法行就是讲施舍的。施舍常人理解为行善的劝诫，很少人能从道上理会。须知大道的本性就是老子所说的功成而不居，功成以至于化生万物，不居反而万有且不失，空虚方能含容之故。而世间那些居功的众生，哪个不是就算拥有再多也是有限，哪个不是最终必定失去？这就叫局限。也就是说，所谓得到和占有，先天就有着得不多和守不住的基因。什么叫颠倒梦想？这就是道家求而不得，不求而得的真谛也在这里。所以无所求的人是最自在的，无所居的人是最富有的。同体大道，同享天地故。施舍之所以是道，乃真实境界，而非行为准则。此外，施舍有2大要点，一是能施，二是不居。达摩引佛经云：法无众生，离众生垢故；法无有我，离我垢故。所以要达解三空，不以不住，但为去垢，称化众生而不取相。垢就是我执贪求，人都是好占有而不愿给予的，那么偏偏舍去而不独占，就是化解的法子。给予人而好生育，也是人之通病，那么偏偏低调而藏名，也是化解的法子。金刚经云：若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布施是真道行，而太多人都没有这样的重视，只因不明其理。这里归结起来，便是达摩所说的此为自行，复能利他，亦能庄严菩提之道。关于达摩祖师的修行玄机就先讲到这里了，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了。不过世间事总归是一个知道，一个做到。以知道行做到就是修道，以做到圆知道就是成道。大道永在，只看你看不看得到；人心本足，只看你到不到得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